到就是我们的元旦很重要的一个日子。那我们今天的讲师是黄志博团长，要来为我们做开讲，重新奇谈。那我们欢迎志博团长。各位伙伴，大家晚安啊！今天是2025年的元旦，那在此先祝贺大家新年快乐，然后新的一年都有更好的更美好的甚至更为理想的发展。那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阖家欢乐。那今天开讲的是我们毛克利第182页的喜悦的泪水哦。在故事开讲之前的话我很想问大家哦，喜悦的泪水通常都会在于什么时候会来让我们触发那各位大家不妨可以分享看看那喜极而泣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这样的一个曾经所发生的在于你自己本身的故事，那甚至也可以提供出来你对于这样子的经历是些什么，好不好？那我们首先来这样的一个分享好了那我先提一个就是如果我会喜极而泣的话，我通常的话我就会感觉到我非常幸运的时候非常幸运的时候，我也可能会这样子非常非常的高兴到哭了我相信大家如果真的可以的话这么幸运让你中了我们所谓台湾的这一些所谓的彩券都成了亿万富翁的人我相信说实在真的那种愉悦真的是非常的不由自主的真的会哭了出来会流下眼泪。那大家是否也有曾经有哪些经验会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情景发生的有没有？请问一下雅婷团长，你有没有喜极而泣过？有哪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看看？喜极而泣大概喜极而泣的喜悦的小孩泪水。你会看到那个你带的孩子他试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克服他面对的困难的时候，然后他终于克服他的困难的时候，你会替他感到开心就跟着他一起开心吧。对啊，是，没错，真的也不错。像我现在带特教的孩子，还有特教孩子他需要教很多很多次，那你这样他终于学会某一项技能的时候，他本来不会的技能的时候，你就会为他很开心这样。真的嘞我们都为孩子们的成长说实在觉得那个过程里面然后跟他一起同欢，然后跟他一起分享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突破那我们另外这一位团长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志博团长你好，你好。我没有特别的可以分享了，但是我可以体会到你刚刚讲的志博团长讲的那个就是说如果中了乐透啦，或是威力彩的第一大奖我真的会感觉到说会激动，笑着激动，然后笑着就哭了，真的会体会到这种真的那团长真的也是性情中人真的不错事实上我在开讲这一篇的时候，我都一开始的话会跟孩子们分享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让孩子们可以感受在我们故事的其中里面。那我提供一下好了事实上刚刚雅婷团长可能就是我的第二点因为我有截入
大概就是意想不到的好事哦。那在它的结果下的一种惊奇下哦，这个也有可能哦，就是类似像雅婷团长刚刚在说的这样哦。然后第三点的话，可能在痛苦中得到了解脱哦。然后在第四种的话是得到了被理解之后的一种释怀，那也有可能说实在就会眼眶落泪哦。然后第五项的话来讲的话，就是在绝境之下所得到的救赎哦，就是那种真的已经不可能了，也没希望了。但是说实在，真的突然一束曙光哦，那还是一种温暖，然后那一种感受也真的会是这个样子哦。这个也有可能就是在亲情下哦，也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哦。那同甘共苦之后，的成果哦，那得到了一种勉励或者是褒奖。我们童军时常会去做这些事情哦，就是大家是一个集体，然后去完成了一件事情。那因为这件事情也不容易去达成，但是大家分工合作哦，那同心协力，然后群策群力，然后去完成了这件事情，然后结果产生下来的这种革命的感情，那大家说实在都会互拥而抱，然后就在那边落泪哦，然后为自己这样子的付出哦，得到了满满的收获哦。那第七个是亲友的失散而再次的重逢哦，这样子也有可能哦。然后再来第八个，死里逃生，躲过了一场劫难，重获新生。好、最近韩国有一家客机哦，我感觉那两个人真的是超级的 lucky，而且说实在，真的是重获了新生，真的非常不易哦。像这种的话来讲的话，真的是值得大家大的相拥在一起，然后拥抱着哭着真的是很庆幸自己。那我大概提供了这几点如果我们在讲述这边的时候我都希望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情节然后这一些典故，然后感染给孩子们，从他们这么小到这么大，然后引申出来让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可以更加的丰富，而且说是在这里面包含了所谓的关怀也好，或者是鼓舞也好，或者是那种激励也好，我相信说是在这种泪水落下来的都是非常的有感的，而且说是在可以让一个人的身心灵升华那这一个故事呢我大概在开讲的时候我就先做这样子的一个前景的一个铺设那我们开始就讲这一章那喜悦的泪水。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毛克利话是被班巴阿洛绑走的。那他的两位老师博鲁跟巴西拉呢那跟卡阿结盟了一起去搭救毛克利。那卡阿呢我之前有讲过蛇的声音它因为它会吐蛇信，那蛇它就有一种声音，那在于我们书里面是讲叫声事实上应该是它发出来的声响蛇信咻咻咻的声响。那事实上光它这样的一个吐蛇信的一个效果这样的一个声效，事实上就可以隐藏了很大的一种魔力让所有的猴子们都可以吓得全身颤抖而且呢也不只有猴子，事实上一些小一点的动物们像青蛙啦、松鼠这一些比较小的这一些动物呢对卡阿呢它的声音
非常的熟悉哈，只要有听到，事实上他们都非常的害怕哦。那万一不巧又有听到卡的的名字甚至大家都会东躲西藏了起来所以说卡的魔力真的是声名远播，而且呢可以造成呢很大的震撼力那卡呢跟巴西拉呢跟博鲁呢，他们就朝着他们要去解救毛克利的这个城堡这样的一个宫殿，那他们前进着，然后就跟着这一些猴子们一直车轮战打到了到这个节骨眼上结果呢这些猴子们呢也都打怕了那也即将的败退。那但是这些猴子们在败退的这样的一个情景下事实上有些猴子们就一直的往高处爬，或者呢是往宫殿的这样的一个门或者是它的屋檐呢一直在逃窜的但是在这个逃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这些猴子事实上是非常非常不走秩序的，因为逃命要紧，大家的都互相的踩踏然后呢甚至还会吵，还会闹，甚至呢还会叫嚣然后大家都撕扯的在一起那结果呢也是造成了非常混乱的一种现象也造成了很大的一些伤害那都一直很怕卡的靠近那卡呢只要一停下来他们呢也会迅速的安静了下来然后就会愣在那边因为深信的卡呢他的踪迹他们会不晓得进而产生到危险那这些猴子呢因为太害怕了他们的各种身形的那一些举动都非常的怪异有些甚至说是都会倒吊的悬挂的然后在寻找着卡的踪影甚至呢有些呢会爬到这一些比较奇怪建造的这一些神像的身上去那边趴着那最主要都是还是要躲避着卡他的这样的一个魔力，这样的一个攻击。终于呢这一场仗就是在猴子们四处逃窜的这样的同时即将画下了句点那打着打着都突然的安静无事然后大家呢都突然之间在那种肃杀的那种宁静下安静了下来那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现象那结果呢毛克利呢听到外面不吵了结果呢他也喊了出来因为他就躲在这个房子后面的空隙里面在观战结果呢毛克利呢他就喊了终于胜利了，胜利了，大胜利了那毛克利呢就在那一个被关的那一个食物里面呢一直的大叫因为喜悦而在那边我们人像如果真的很高兴的时候，说实在都会来回踱步，甚至说实在会一跃而起那种兴奋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机会也曾经有这样的过程过就如同我记得我第一次非常非常高兴，然后大跃跳起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当爸爸的时候我这辈子印象非常深刻我就在产房外面，然后
听到我儿子的哭声，哦，然后我就跳起来喊耶，我终于当爸爸了，那种快乐，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哦，因为这一种话真的是一辈子都很难忘怀的。那就是最近有孙子的这一次后，我也是跳得非常的起劲。我认为说实在，人生不过于如此啊！真的传后，我感觉好像就是一个基本的使命哦。我这一代，然后我又看到我下一代的时候，然后又有下一代的时候，然后那种兴奋哦，真的是无与伦比啊，说不出来啊，真的也是会快要流下眼泪那种快乐哦。我希望说实在，我有这样的分享，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会有过，甚至有人因为高考啊，或者是或者是因为获颁了最高的奖章等等，可能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变化，我相信一定都会的。那毛克利呢他为了这一场大胜仗，他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哦。而且他在这个过程里面，真的是很希望他们来救他的，而且希望来救他们的这个老师也好，或者是卡阿也好也都可以非常非常的安全无恙来营救他。那在这个同时呢，毛克利就喊着老师巴西拉博鲁啊。我在这里啊，快来救我啊！我就在这里一直在呼喊的也希望他们的老师都可以听得到他的求救的呼喊那于是呢巴西拉呢终于也听到了那就跟波鲁说，你快去把毛克利救出来吧，我已经动弹不得了。可见说实在，真的是打得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非常的疲惫他跟他讲说，我已经动弹不得了，而且呢，我也是寸步难行那伯鲁呢就说到说，对，赶快去救他，不然等一下呢，猴子们他们在群拥而上的时候那就更麻烦了那所以说伯鲁呢就赶快站起来听了巴西拉的话嘛然后就站起来，然后准备过去救毛克利那结果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发现毛克利是被关在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石房里面四处呢都是就是石头堆砌起来的非常坚固的。那也不是可以一下子就可以展开营救的工作那所以说呢一方面又要防止这个猴子的偷袭，那一方面呢又要赶快呢去寻找这个石壁上有没有什么样的缝隙或者是比较脆弱的地方，然后呢来将它呢撞倒，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赶快来做，然后把毛克利呢营救出来。好，那在这个同时呢，卡阿呢也请这两位老师呢放心因为呢，只要卡阿不动，这些猴子们他们也都不敢动，都不敢动所以说呢，就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时机点让伯鲁呢跟巴西拉呢赶快去找这样的地方，结果呢他们找了许久那也相互的问对方大家的情况如何因为经过这样的拼搏这样的一个惨烈的这样的一个缠斗那结果呢巴西拉呢就说了他有稍微的受了一点伤，而且呢因为呢这些猴子们真的蛮厉害的他们会利用所谓的猴海战术猴海战术
然后一直的强加上来，然后呢也一直呢让他呢遭受到所谓的压挤啊，或者是拉扯哦，所以说造成了巴西拉呢他也有一些伤势哦。那在这样的一个同时呢，他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他就跳进了那个蓄水池里面改换了一个战场打到这边，然后结果博鲁就也顺口开玩笑的问巴西拉在说，我刚刚好像有明明听到，你到蓄水池那边还在呼喊的，卡，看看可不可以来为你解围一下哦。那结果这个巴西呢就会非常沉稳的回答他说是因为在打斗的同时唯一没有看到就是卡哦，那所以说呢，希望他这样叫的时候可以看得到卡是不是还在这场混战里面哦，然后持续的跟这些猴子们拼搏哦，绝对不是叫他来救他哦。那事实上的话来讲的话，应该这样的一个说辞，我相信说实在都是一种非常委婉的为自己开脱哦。那在这个同时呢，巴西拉呢也看了棕熊哦，那也跟棕熊讲说，哇，那你为什么你的身上全部都是血哦，都染有血迹？那是不是哪里受伤哦而流血了哦？那结果棕熊呢也跟他回答说，因为他在这一场打斗里面，他因为呢真的出了很多的力气哦，然后都把这些猴子们呢打到头破血流他们的血呢就溅在他的身上哦，也是两个人就在那边互相的吹捧，然后互相的彼此关怀彼此勉励，然后说实在也疼惜对方，我感觉这样的情谊也是非常好的哦，而且可以显现出来大家可以在这一场的打斗里面更建立了出来那一种所谓的革命情感哦。那讲到这边呢在这一个同时呢，毛克利呢又开始大叫了就希望说是在赶快来救他哦。那希望两位老师动作快一点哦。那这时候呢，在这一个圆塔这个食物里面的那一只眼镜蛇王呢就向外面喊话说：“喂，卡，你们赶快呢把这个孩子带走吧，他在里面呢不安分守己，然后到处乱跑乱跳也踩死了我们许多的伙伴就是他就是进来了这样的一个蛇洞嘛蛇穴里面。那毛克利呢也在这里面呢也会造成很大的一些危险哦。那所以说卡呢就笑着爬行到这个圆塔旁边，就是说你们被关在这个地方那等我一下那我四处找找看，然后看看可不可以找个方法，然后来把这个孩子解救出来。那结果呢，卡呢他生性的本领卡到底会不会挖洞呢？事实上真的是蛇是不会挖洞蛇是不会挖洞，但是为什么蛇会住在洞里面呢？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谜通常我们对动物知道的人，就是说它有所谓的食物链，然后卡呢会去住的这个洞穴，蛇会去住的这个洞穴呢，通常都是这些所谓的啮齿性动物呢去凿出来
就是鼠类啊、兔子啊，哦，去挖掘出来。结果呢，蛇呢进去呢就把它占据了，去把它占据了。但是呢，这个故事里面在讲的是，卡阿既然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本领而且他用他的经验，然后可以去寻找出来，我们现在这个围墙里面最脆弱的地方结果找到了，就是这一面墙呢，它会有所谓的有黄泥的流出的那一种啊这样的一个怎样讲？就是个这样的一个现象留下来一种印记那一种痕迹啦。然后卡拉就知道说这边可能就是最脆弱的这个区块的这样的一个石壁呢是比较脆弱的，所以说呢，卡拉就决定了告诉这两位伙伴他即将呢用他的头呢来击破这样的一个墙壁壁然后呢来救毛克利出来。那卡拉呢就用他的头去撞击石壁一连5下以迅疾的那种爆破方式用头去撞然后结果呢就这样撞了5次，结果它这个石块呢就裂开了就可以让毛克利出来这样的一个石壁洞让毛克利呢可以穿身而出那毛克利一出来的时候当然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那就赶快过去抱他这2位老师紧抱着他们2个，然后呢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然后流下了泪水在这个同时呢这2位老师呢事实上也都是含着泪水因为实在是太不简单了也太不容易了。然后经过这样整个一个过程呢让他们呢可以喜获这样的一个重逢安全的平安的重逢。那大家呢就稍微这样子的簇拥一下然后互相彼此的就是寒暄一下。那就眼镜蛇王呢就告诉他们2位说赶快把他带走吧因为这个孩子呢也很累也很饿然后呢赶快的离开才是安全的上策那巴西拉呢也开始了就是即将要离开的时候呢，他就用他的嘴巴呢用他的舌头呢舔他自己的身体，然后呢也把他呢整个一个毛呢整理了一下在这个同时呢，他们就也看到了广场经过他们这样的一个缠斗然后也发现说那个班大罗呢也是尸体成片一堆一堆的，真的也是惨不忍睹。然后大家事实上都有一些悲悯的之心然后大家也真的是都是不愿意，那也是在万般的无奈之下所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他们就开始在互相的褒勉对方就说要不是卡阿的帮忙也不可能救得出来毛克利在这个同时呢他们事实上都是非常感伤的也是悲伤的流着泪水了大家就互相的祈勉的那毛克利呢回过头呢去看到了他从来没有看过的卡阿然后就感觉卡阿呢他的眼神呢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的然后也
感觉到非常的不一样。哦，那在这个同时呢，也是接近黄昏了哦，然后他们就隆重的老师们就隆重的介绍卡阿呢，让毛克利认识哦，然后结果呢，卡阿就开口了哦，就说原来这个孩子也是跟猴子一样，只是他是光溜溜的而已哦。然后呢，以后呢，如果呢我们碰上了哦，或者遇到了，千万都不要来站在我的身旁，万一呢让我认错了哦，我也会把你不小心吃掉哦。那如果快接近的时候，我希望呢毛克利呢可以用丛林的密语呢提前的呢告知他是他哦，不是班大洛哦，以免呢伤害到了这个毛克利哦。那讲到这边呢，毛克利呢，事实上他是非常乖巧的、懂事的孩子嘛，他非常有礼貌哦，然后他就连忙的谢谢卡阿，就说好的，我一定记住哦，谢谢你哦，你救了我的命哦，今后呢，只要你肚子饿的时候我一定随时随地呢可以把我的食物呢分给你吃哦，以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哦。你看毛克利他这样子是这么懂得所谓的报恩哦，感恩图报。那结果呢，卡阿呢也谢谢他哦，说小兄弟小弟弟你真的这么小又没有爪子哦，那你怎么去捕猎给我呢？哦，那毛克利呢就赶紧的回答说，我虽然捕杀不了他们，但是呢，我可以呢将羊或者鹿你喜欢吃的动物啦，赶到你附近去哦，那不就可以了吗？哦，就你要不相信的话，等到你哪一天肚子饿了请你告诉我哦，来试一下哦，看看我的本领哦。毛克利呢自信满满的笑着，然后呢说，我事实上呢还有比猴子更聪明的地方哦。哦，万一呢你掉进了陷阱里面，或者是有一些无法自拔的时候哦，我都有办法来救你出来哦。也不只有你一个哦，包含博鲁跟巴西啦对我都有大恩哦。所以说呢，我一定都会绝对没有任何条件之下呢，来为你们解决这些困难哦，以报答呢你们对我的恩情哦。那这个孩子呢，真的是非常的懂事哦。博鲁听了之后呢，也非常的感动哦，说这个孩子呢虽然还小，但是非常的有礼貌哦，非常的的难得。那巴西拉呢也笑笑的点点头。卡阿呢对毛克利呢产生了很大的好感哦，那就低着头就趴在毛克利的肩膀上哦。这一种事情的发生呢，是一种所谓的蛇对于另外的一种所谓的亲热的一种动作哦。我认为这个真的是拟人法啊。如果真的是一条蛇的话来讲的话，真的会这样靠过来，然后头趴在你的旁边，我相信吓都吓死了哈。因为蛇的话不管怎么讲我们人如果不是很认识它的从小到大好像对它真的都蛮敬畏的因为毕竟它身上有毒嘛甚至没有毒的我们也很害怕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它的习性的情况之下，那当然就会很害怕好，那这个孩子呢，事实上呢，在这一次的过程里面呢，他表现的出来也是非常勇敢的，而且是非常聪明的然后又经过后来的这一些演变
那让他更能的去懂得去感恩感恩懂得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报答。那在丛林里面呢，事实上所有的动物都非常的敬仰有这样的一个有礼貌，而且说实在知道如何去反馈就是去分享这样的一个动物那当然毛克利他就是可以做得到。好，那还是赶快走吧那在这个要走的同时呢卡阿呢就跟他们讲了今天呢我就希望我们呢赶快离开这里，但是呢我必须先再留下来这边一下，那我就不希望你们在这边呢参与或者是在这边驻留然后呢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不希望毛克利呢可以看得到他后面所有的行为那讲到这边呢，大家呢就很纳闷了，他怎么会这样讲卡阿呢，他这样讲的情况让他们感觉到很莫名其妙那卡阿呢就用他的眼睛然后透出来了2道奇特的光芒然后就静静的就走开了那当然此时此刻呢毛克利呢跟了2位老师呢就准备要离开了好，那这是在这边8182到190这个部分。那紧接着呢就是卡阿的魔力就是我们第191页卡阿的魔力那卡阿的魔力呢到底厉害在哪里事实上如果我们有带过幼童军的伙伴大概都听说过卡阿的游戏里面甚至有玩过所谓的定身术定身术，因为卡阿呢他用他眼睛只要看到哪里就会静止不动在这个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游戏可以玩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名称现在我突然熊忘记不好意思。好，那下次有想到的时候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游戏的名称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月亮呢就快要西沉，就要东升西沉，这是太阳但是就是月亮快要升起的时候就在小山的后面。那这样的场景呢，如果我们把它铺设的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凄凉而且非常的惨淡无光我相信只要是动物大概心里面大概都会非常的惶恐害怕那这时候呢，这些班大洛呢都缩在这个刚刚他们退到高处，然后或者是悬吊在屋檐旁全部都会静止下来连动都不敢动那这时候呢卡阿呢就准备想好方法然后准备做他想做的事情了那这个卡阿呢告诉了猴子们说他即将呢来跳一场舞一场舞。那这场舞呢可能就是我们俗说的所谓的二蛇舞二蛇舞。在场的各位有看过跳过蛇舞的，请举手一下。你有看过？我们大孩子有看过的，思云团长有看过，
雅婷团长有看过吗？有。哦，你有看过哦，都是大孩子哦，都是童军以上的。对，都是我们童军。有没有幼童军有在跳的？目前没有看过。有吗？有看过吗？很少哦。事实上，这个的话，我们在幼童军基训的时候，也曾经有这样子做过所谓的呃前接后接，然后让大家做一次那种所谓的蛇脱皮啊，那一种反复动作哦。这个应该都是从这边引申出来的哦，因为在这个篇章里面有这样子的介绍哦，因为他在做所谓的蛇舞的时候，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绕法哦？我们要想说一条蛇细细长长的，然后呢，它可以卷起来，然后呢，可以头在中心点抬头起来哦。那当然也可以从外围哦，外围就是可以也是可以抬起头来哦，就是它可以排成所谓的圆形啊，或者是我们书里面在讲的四方形啊等等哦。好，那因为今天呢时间上比较有限，那今天这一段呢我们就留在下一次吧。哦，那很不好意思，今天呢光线比较不足哦，因为今天刚好休假日，然后来不及赶回家哦，在这边再跟各位伙伴们说声抱歉哦。我们期待在下一篇哦，然后再重新的来讲191页哦，卡阿的魔力哦，谢谢大家哈。那也请大家呢多多指教 ，OK， 好，谢谢大家哦。好，我们谢谢智博团长，感恩今天元旦的日子哈，就是人还在外面，但是也依然上线来跟大家做分享哈，这个精神真的是非常可佩。那我们这时间点，我们大家先来个合影吧。大家方便的就帮忙把镜头打开。哦，好，都可以了吗？雅婷很开心哦。因为我看到小的团长后面有龙圈。哦，有。好哦，那我来先用单眼相机先拍一张哈，先试一下，3、2、1，哦，有吗？等一下，再一下好了，再一张嘛，来3、2、1，哦，好，就拍一张就好了，3、2，哟，等一下哦，现在有一点白，好，正常了，好，3、2、1，好，那我们就谢谢各位，那这时间点。智博团长现在人在外面，那各位就是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的？今天我就不特别轮了，就是有要的我们就举手。那如果就是没有特地反馈的，或是说今天就是一定要非得要聊不可的话，那我们就先让智博团长可以先离线，对，因为他现在人还在外面哈，我们就让他早一点回到家了。好，各位有没有什么特别要的？好，谢谢大家，好，新年快乐，谢谢。好，那我们谢谢智博团长哟，谢谢，感恩，谢谢大家，大家新年快乐，拜拜。哈哈哈哈，吃得真痛快。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并给我们支持及鼓励。痛快睡一觉。